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闲话塔罗。这次要占卜的题目是未来一个月会有什么好的转变？未来一个月会有什么好的转变？这里呢有3个选项，那请您静静冥想，选出最有感觉的选项。什么时候测验都可以，没有限定，一定要是看影片的当下。你什么时候再回来看影片都可以测试哦。Hello，选择第一组的朋友呢，在测试你未来一个月会有什么好的转变之前，先来感应你目前的能量哦。好，第一张呢是钱币3，那第一组的朋友呢，目前呢你是需要有一个计划或者是一个活动，要和别人一起讨论、一起参与，然后呢要一起做一个计划跟项目的。那现在呢，你非常的专心在做这个项目，只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那这计划和活动呢，是需要长期的配合合作，或者是至少呢需要3个月以上的合作。那不管是学生族，或者是做工作的在职，或者是说呢是在准备考试的考生，都是呢有一个很长期的计划目标，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去完成。如果是学生族呢，你可能有一些报告啊活动是需要和同学或者是其他人一起讨论，学长姐啊或者是学弟妹一起讨论、一起合作的。那如果说呢，你是在工作在职的人呢，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业务或者是活动需要和人一起配合，才能把这一件事情做起来。那如果说你是考生呢，那就是你现在呢在准备读书考试呢，是能够有和别人一起有个读书小组，或者是在网络上和别人一起讨论，集思广益，或者是呢能上一些课去补充你的个人知识。那本身呢，你是很有才学的人，不管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都是很有才学的。那你的雄心抱负还有你的个人才学呢，是需要有人欣赏，有人去帮助你配合的。那在目前呢，你就是处于这个阶段。那希望这组朋友先不要急，离你的目标呢会越来越近哦。那在下一张呢是节制牌。那节制牌呢，就要告诉说这组朋友呢，就你很多事情是现在需要你好好静下心来去思考，冷静处理，需要你协调的。像如果你是学生族啊，就有一些活动呢，刚刚是说过啊，你需要和别人一起讨论，那一起做一些计划的。那在和人讨论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沟通这件事情。那沟通的时候，也请您要注意一下言辞啊，有时候可能在聊天啊，或者是说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有一些相反意见，那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语跟态度啊。如果说有遇到一起和你工作或者是一起处理事务的人，那请你呢跟他也要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如果他们呢在讨论的时候是有意见相反，或者是有一点小冲突、小摩擦，那就是要请你能够好好的居中协调，让整件事情跟计划还有活动能够更完美。那如果呢是在工作的人呢，你的业务活动啊，或者是有一些专题呀，或者是有一些项目在进行，那这时候也要很注意，就是和人之间的沟通平衡，这是对你们未来的目标跟计划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呢，你是在考试的呢，这个是在提醒你，你现在目前是很
要注意内在心理的平衡，不要受到外界纷纷扰扰的干扰。有时候你内在呢核心稳定了，你对那些外面的是是非非啊，或者是说一时之间小考的挫折，或者是自己练习的挫折，你就比较不会那么去在意。那这样子，你之后才能够离你想要的好成绩更进一步哦。好，那这种目前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说，那你未来一个月会有什么好的转变呢？好，来第2张。好，第1张呢是圣杯3。那圣杯3呢，就是着重于心灵方面的，也就是说，你未来这一个月啊，你会有跟朋友啊、家人啊，或者是说一些因为活动或者是工作场合所认识到的朋友，然后会有一些欢聚啊、庆祝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会有一些聚会啊、聚餐啊，或者是宴会。那在这活动上面呢，就是你会认识到很多新的人，或者是会有一些本来不是很熟的人，会借由聚会，然后让彼此更熟悉。或者是说呢，在这个聚会上面会让更多人认识你，那知道你这个人的才能。那如果你是学生族啊，你跟朋友之间啊，或者是社团之间的人呢，会因为这个活动啊，让彼此的关系更紧密，那大家的气氛也都很活络。那如果你是在职的工作的人呢，和大家会有一些聚会，那会一起去吃饭啊，或者是会有一些庆祝活动，可能呢是有一些什么小目标达成了，或者是有一些活动目前可能还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未来一个月呢，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或成绩出现，那大家会去小酌或者是去庆祝一下。那如果呢，你现在是考生的阶段呢，就未来一个月啊，会有人去邀请你去参加活动啊，让你稍微放松一下心灵，让内心呢会更加的稳定，那也更正向，不会呢被工作上面啊去烦扰这样子。好，那另外一张呢是隐士牌。那未来一个月还有一个好的转变就是啊，你变得更有智慧哦，还有更有经验。那对学生族来讲呢，就是知识经验的累积，还有就是你跟别人一起办活动的时候，你有一些很不错的宝贵经验跟想法，大家彼此互相交流，那人家呢会觉得说，你这个人真的是蛮有才学的耶。那可能呢，别人对你的邀约很多啊，你未来一个月会有一些活动会想要推掉。那尤其是对于考生啊，因为考生毕竟不能够太多的活动聚会，会影响到你准备考试的时间跟体力。那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未来一个月你会有所取舍，就是有时间可以去和人一起庆祝啊，一起聚餐。那也有一些时间是增进自己的知识，让自己呢更厉害。那也可以让自己呢，就是在内心沉淀之后啊，心灵保持一定的平衡，就像这个节制牌一样。好，那上天给这一组朋友呢，未来一个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好，第一张呢是太阳牌的逆位，就要告诉这一组的朋友哦，未来一个月啊，其实你都过得还不错，大致上都是顺风顺水的。那只是说这一组朋友，你可能就是
在做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在做一些决定或跟人沟通之间呢，不要太过心急。有时候呢，太过心急啊，或者是你想要一次展示太多部分啊，太多才能的时候啊，可能会让人家对你有点小反感，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太过抢风头啊，而且会让人觉得你有点任性不成熟，因为你太想表现自己了，会让人觉得说，有些事情啊，是不是你稍微收一点、收敛一点，然后让别人也有表现的空间。毕竟合作啊是大家要一起的，就是不能只看个人成绩。那如果你能够呢注意一下别人的感受啊，那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会更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跟目的。好，那这是对学生族而言呢，就是你在做活动的时候。那如果呢是在工作的人啊，其实也是在提醒说，这做工作也是要懂得，就是稍微谦虚一点，因为毕竟很多事情呢，大家其实都会，只是不一定呢会一直去展现自己。有时候太过臭屁啊，人家会反而想要挑你的毛病，那会让你呢无法去得到更多人的帮助。而且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说，你一直展现你自己，除了是太过于自大之外，还会觉得说这个人不是很好相处，然后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有想要去取代别人啊，想要把别人的工作呢据为己有，或者是别人的成就当做自己的。那这时候呢，如果你能够还注意到就是内心跟其他人沟通的平衡，那这样子呢，你未来就会有更好的成就哦。好，下一张是审判牌。那其实这张啊，就是在提醒这组朋友啊，就是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然后你不要那么的把那些不好的经验跟回忆放在心上啊。有很多时候，你如果能够放得下去，那你想要他再回复的话呢，就是呢，再成功就很容易达到你所想要的目的哦。这个不管是说呢，你是学生族啊，你在做功课讨论，或者是跟人一起做报告啊，那以前过往不好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那大家呢，就重新的去做未来的计划跟合作。那这样子呢，把过去的不好的事情抛走，那冰释前嫌之后呢，你们未来呢就可以合作的更加顺利，然后呢也能够达到你所想要的目標。那如果说是在工作的人也是这样哦，就是有时候以前的同事之间的小摩擦跟一些以前同事的小过失啊，就先不要放在心上。如果真的要一起合作了，总是呢要把一些以前就有不好的事情尽量能够忘记就忘记，然后看可不可以看他的优点啊，这样子合作的时候啊，你们才能更愉快。而且有些事情啊，可能你之前是觉得不可能会实现的，或者是不可能会达成，那上天是在跟你说，不要那么的灰心，也不要让自己的内心处于那种太过负面的情绪。如果你可以把那些坏心情都给抛走啊，然后只留下比较正面的部分，那你呢，未来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哦。那这张审判牌其实也有在跟第一组的朋友，如果你是想要听跟感情有关的事情啊，就是你以前的分手断联的人啊，是有机会跟你复合的。那这个复合啊，决定权是在于你自己，并不是对方哦。所以只要你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啊，其实未来1个月，你这个好的转变就是你有机会是可以和你以前的前任复合。那对方呢，也可以改了一些他以前的坏习惯，虽然不能一次全改啦，可是他有机会可以重回到和你以前比较甜蜜、比较好的时光。那如果你
第一组朋友呢是有这种感情方面的问题，那这样子从这张牌看起来是有希望可以复合的哦。那如果说呢，你想要听感情方面啊，其实这一组只有审判牌比较是属于感情的，那还有就是圣杯3，其实也有在小小的在告知你说，如果你是想要问感情方面的事情的话呢，就是你如果现在是单身，你想要遇到你的正缘，想要脱单的话呢，就是要从跟朋友之间的聚会，然后去多多参与哦。从这边会认识一些新的人，对你未来的感情是有点帮助的。那如果说呢，你是想要在这个聚会上面呢，去看前任重修旧好呢，也是有这样的机会哦。只是说那个复合不会那么快，因为这里有一张隐士牌，其实也在告诉这组朋友说，你们感情上面要复合啊，其实是需要双方的智慧累积的，他必须要有时间去推进，而不能马上1个月内就达成所有你想要的愿望啦，只是说有这个机会而已。好，那第一组朋友的讯息就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呢，请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拜拜。Hello，第二组的朋友呢，那现在呢，当你看未来1个月有什么好的转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你目前的能量是如何呢？现在感应你目前的能量。好，这2张。好，第1张是月亮牌。其实第二组的朋友哦，就是你目前呢，其实是处于那种混沌不明的情况。那你最近可能对很多事情啊都很迷惘，不管呢你是学生族啊，在工作的人，或者是说你现在呢是考生，或者是在感情上面啊，你可能呢这组朋友都有一些迷惘。对学生族来讲呢，你会想说，你现在呢成绩上面的目标到底是应该放在何处？那是要继续的努力下去呢，还是呢有想要去换一个不同的科系，或者是环境，或者是不同的学校？那对于呢工作的人呢，可能有点迷惘，觉得说，这个工作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啊？那在考虑有没有想要跳槽，或者是说呢继续下去？那对于呢考生呢，想说到底继续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或者是考这个科目啊，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那很多时候啊，如果说你还在迷惘啊，在犹豫的话呢，这段期间你就会觉得很多事情，不管是听别人的意见，或者是自己去上网找答案，好像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回答，可以让你得到一些比较清晰的想法。这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事情好像都看不清楚。那对于感情的人呢，你可能会觉得目前哦，你跟他之间啊，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说得清楚，他有一些行为也让你摸不透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他对你说过的话跟承诺呢，你也会开始怀疑说，到底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会让你觉得说，他好像蒙了一层面纱，不知道他到底实际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现在呢，这组朋友你是处于那种很迷惘的状态哦。那还有现在呢，就是你现在是处于现在这张宝剑十啊，你现在是处于那一种就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失望啊，很绝望的谷底阶段。你会觉得人生啊，为什么过那么辛苦呢？很多事情好像可以别人都是顺的，为什么你都会遇到很多坎坷啊？那很多人呢，很想要放弃，可是又没有办法完全的放弃，内心总有一些不甘心啊，还有一些无奈。
那你可能会想说，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这样的命运呢？那这组朋友啊，其实先不要灰心，就是你现在这种混沌不明的情况，跟看起来很痛苦的情况啊，其实你看这张卡片在前面，它其实是有黎明的太阳正在那边隐约上升哦。你看这个乌云都已经跟夜晚其实是快要离开你了。只要你啊能够尽量朝正向思考，其实啊你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不错的契机跟转机哦。好，那现在再来看看你未来1个月啊会有什么好的转变，因为目前感觉这组朋友过得是蛮辛苦的。不管呢你是什么样的阶段啊，你是学生啊，还是你是工作啊，或者是说你现在是对感情上面的迷惘跟难过，就是这组朋友就是处于比较低潮的阶段。好，它稍微飘出去又转了一下。好，这张卡最后是转这个方向的。好，那我来看一下这张呢是教皇牌。那教皇牌但它是逆位的，就是在跟你说未来1个月呢，你可以摆脱那些旧的束缚跟教条。那如果你是考生啊，或者说你是学生族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比较传统式的方式读书方法，其实是不太适合你的。其实你可以去上网看一下，有一些新式的读书方式或者是读书技巧，你可以有一些比较跳脱过往的思维，不是像以前一般人就是死读书啊，一直狂背啊，猛背啊，就是你其实是可以想一些比较适合你的读书方式，有一些小技巧的。其实在网络上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呢，都有一些达人在教如何读书，或者是你可以去补习班啊，或者去询问老师，说有什么是适合自己比较快速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是在工作的人啊，就是你可以不要受到那些传统的规定。那有一些方式呢，你只要没有在违法的情况之下，其实你是可以去尝试看看。那未来1个月，你就会去跳脱一些传统的想法，会去找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去开创一条新的路。那如果说呢，你是想要问感情啊，其实在这一张牌其实是要告诉你说呢，未来1个月啊，你呢可能会想说不要照着传统束缚，就是如果家人是在催婚啊，或者是催你赶快有小孩啊，或者是赶快呢能够就是照着大人为你铺好的路啊，去相亲什么的，就这个月你会想说，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对象，或者是跟你现有的对象去走下去。你可能会想说，不要再墨守成规去找之前的那些方法。有时候跟对方好好的聊聊沟通，或者是当你是单身的人啊，其实你可以用一些比较现在的方式去寻找你的对象，可能经由朋友的介绍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新的交友方式，你可以去尝试看看。只要没有伤害到你的部分啊，其实未来1个月你是有机会去遇到的。好，那下一张呢是审判牌。其实这个审判牌呢是主要比较多呢，是对于感情方面的啊。其实有一些朋友是因为感情而最近过得不是很顺畅、很顺利。那这时候呢，你会想说，你未来1个月可不可以跟他复合的话，那这一组朋友其实你也是有机会的。那这个机会啊，主导权呢是有机会在你手上的哦。只要你能够换一个思维跟方式啊，不要一直去为难你自己，把自己呢一直往不好的负面情绪去带啊。其实
你如果稍微能抽离一下这些负面情绪，然后让自己可以处于那种比较正向的状态的话，是有机会跟对方复合的哦。那如果说你是单身啊，就是你可能会想说，以前过往有一些还不错的对象，只是那时候你的标准比较高。那未来1个月呢，你也是有机会去重新审视那一些人，然后看看对方是不是又可以符合你的现在的择偶标准，可以重新考虑交往啊，在一起啊。那如果你是在学生族，是要问说你的学业啊、功课啊，那在未来1个月呢，你的好的转变就是你会有一些可以展现你的个人才能跟你的才学的部分。那你的功课的部分呢，以前很差的那几科，在未来1个月哦是有机会变好的，那会有一个新的不错的结果呈现在你面前。那如果说你是工作的人啊，就是你本来啊很不擅长的事项啊，其实在未来1个月啊，其实你会有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可能你找到了一些小技巧、小方式，然后让你以前很迷惘的事情啊，就可以有困难迎刃而解，然后让你觉得说，未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辛苦，你就可以摆脱掉这宝剑十很痛苦的状态，而且能摆脱掉月亮牌带给你的迷惘哦。好，那接下来来看上天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好，第一张是钱币2，就是未来1个月，上天要给你的建议是，你呢能够尽量的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这一组朋友你目前是低谷期呀，就是对很多事情都匆匆忙忙的，也不知道在瞎忙什么，你会觉得人生好像就是如何都没有办法逃离那个很痛苦的状态啊！就上天要建议你说，其实有些事情是要有所取舍的，就是有些不好的事情你要懂得去断舍离，把它舍弃掉啊，不然你会在2个天平之间呢左右会不平衡，然后一直处于忙乱的状态。你如果能够懂得取舍啊，去懂得平衡，那未来啊，你就会过得比较顺风顺水哦。好，那再来是愚人牌。其实愚人牌它告诉这组朋友啊，有时候你可能想的太多了，就是当你在做下一件事情啊，在执行下一个步骤跟计划的时候，你可能会把未来不好的事情预想太多，然后你就会举步维艰。其实很多事情如果能够像愚人牌这样子啊，勇敢大步的往前进，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好像没有当初想的那么可怕。也就是要建议你说，你的行动啊，比你大脑还要快一点的话，其实你会有不一样的新体验哦。因为啊，当你愿意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啊，其实很多未来的情况是会改变的。可是如果你一直啊，只是脑子空想都不往前走啊，你的人生就会一直卡在那里，而且啊，会越卡越久哦。因为你会一直陷在那个不好的情绪里面，然后一直绕啊，一直绕的。就是不管你是在工作啊，或者是学生族课业上啊，或者是感情上面啊，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有时候你要勇敢一点，不管你是想要单身的人，想要认识人啊，你要勇敢一点去参加活动啊，或者是对你心仪的对象啊，去要他的联系方式啊，或者是跟他聊天啊。那或者是说呢，你是分手断联啊，你想要再回去找前任啊，你也是要有那个勇气去联系的。那勇气对这组朋友来说呢是很重要的哦。还有平衡这件事啊，不管你是什么阶段，其实就算是感情上面也是要懂得平衡跟取舍。
如果不适合的呢，能够放掉就放掉。那适合你的，你觉得有机会就要好好的抓住跟把握哦。好，再来是力量牌啊，其实上天也在建议你说，除了你要懂得平衡，还有勇气呀，还有就是你必须呢要有一个力量去控制那些未来不可改变的现况。因为如果说你一直内心觉得它不可改变，而不去做下一步的动作啊，那你就会一直去卡在之前的情况。那如果说你能够相信你是有这样力量的人啊，你可以去改变的话呢，那你未来就会变得不一样哦。你看神兽这上面呢，是有一个无限的符号，表示你是可以有能力去开创无限的未来。人生并不会永远一成不变呢，只要你肯做出那样的改变，像这个愚人去跨出一步，那你呢就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哦。这个是白虎神兽，这个是天狗神兽，那这我忘记是什么了，但是它也是很美的神兽哦。它其实也是要你啊，就是要珍惜自己的能力跟力量，要相信你自己。不管你是学生族啊，还是说你是在做工作的人，或者是你对感情上面有迷惘的人啊，其实你要相信自己，对自己有自信。人生呢，如果能够对自己有自信啊，其实很多时候就不会总是陷在低潮里面。那种相信，可能你目前低潮的时候感觉不到，当你愿意跨出一步，然后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啊，然后让你自己更有力量，然后让别人去相信你，你也相信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会得到一个蛮正向的结果，而不会呢总是陷在迷惘跟低潮之间哦。好，那就是希望这组朋友啊，能够未来越来越好，能够振作起来。因为其实你后面给你的建议都是不错的牌哦。好，那喜欢我的影片呢，就请您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你，拜拜。Hello，第三组的朋友，在帮你抽未来1个月会有什么样好的转变之前呢，先来感受你的能量，帮你看看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好，第一张呢是皇后牌，但是是逆位的哦。好，第一张呢，你抽到的是皇后牌的逆位啊。其实在告诉这组朋友，就是你目前呢，就是处于那种，就很想要成为比较顶尖的人，但是目前你好像有一些事情绊住了你，目前是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就是你可能想要争取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目前是无法顺利的得到那样的地位的。如果是在感情方面啊，可能就是你想要当一个女王，也就是你想要呢跟别人成为一对啊，然后能够成为女王的地位的时候，可是目前好像没有办法去达到那样的感觉，可能就是被别人忽视啊，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想法想要表达，但是呢人家会觉得你好像太过于任性，好像都没有在顾及别人的感受，只是想到你自己是不是想要当女王这样子。那如果你是男性看到这一组啊，就是你目前是受到像这样的人的困扰，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啊，或者是说你有一些女性的亲朋好友，可能会有一些女权压着你的感觉。那你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同意，有可能是你的母亲，或者是姐姐，或者是说一些女性长辈啊，或者是女性的上司，可能他们有一些权威性的，
会让你觉得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去做。那很多事情你想要表达意见啊，又不敢全部表达，总觉得好像会被他们压着打的感觉。那如果说呢，就是你是男性想要问感情的方面啊，可能就是你的伴侣啊，或者是你心仪的对象啊，在你的面前就是会有一种喜欢指使你去做事的那种感觉。那就是你会必须要啊好好的去哄他啊，对待他，然后让他可以开心快乐。就是这个人让你其实是有压力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第2章啊。你抽到的是权杖国王，就是其实如果这一组是女性在看啊，就你想要成为女王，可是呢，对方是想要成为国王的。那对方你现在会觉得说他好像就是常常呢都就是发号施令啊，然后做了很多事情会让你觉得你无法忍受啊，或者是对你比较权威，然后会把很多本来不应该是属于你要做的事情，然后会交代你去做。那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女生啊，那你就会有像这样的上司或者是这样的亲戚，有可能是你的父亲啊、哥哥啊，或者是家中的长辈啊，会让你这种权威性是不能挑战的。那他呢，其实或许是出发点是为了你好，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对我什么限制啊？然后啊，他就是会自以为觉得说，哦，自己很多事情都是安排得宜啊，是很有权利的。那你会觉得说，哦，久而久之会让你内心一直产生一种压力。那如果看这一组的人，你是男性的话，就你现在目前是让人家觉得你是那种像国王一样的人，那不一定说你一定是家里地位最高的，可是你就是会有一些可以发号施令的机会，然后呢，去叫别人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不是有时候会借题发挥，然后会做一些让人家有点讨厌的事情哦。那就是这一组，如果你是男性朋友啊，就是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有时候一些言辞啊，或者是做事的方式，不要那么的强势，就是会让人家有一点小小不舒服哦。尤其是你看这张宝剑五啊，就是人家会觉得说你在命令他们做什么。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啊，就女生的话，你会遇到这种，就是好像对方是在剥削你，然后你会内心会觉得，哎，对方怎么那么强势啊，然后那么强硬，用一些很不好的手段或手法，然后让你觉得很痛苦啊。那如果你是男性在看这一组啊，就是你本身会让人家有这种感觉，或者是你有遇到一些比较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那会让自己的内心觉得好像，有被人家剥夺了什么权利。当然，你也有可能这一组的人你是剥夺别人权利的那一方。那就看每一个观众朋友你自己在现在的情况你是遇到了哪一种？因为这一组看的人其实比较杂啦，就是有受害者的那一方。那也有加害人的那一方哦，所以如果你是受害人的那一方啊，你要勇敢的站出来，那要找别人去求救。那如果你是加害人的那一方啊，你要稍微去思考一下你自己的讲话方式和做事。有时候你的做事态度啊，就算你没那个意思，没有要强迫，没有要去展现什么样的不好的意思，可能别人都会往那个方面去想哦。好，那未来1个月呢，这组朋友你会有什么样的好的转变呢？好，第一
张呢，这也很快就跳出来了，是皇帝牌。其实会发现这一组哦，不是皇后就是皇帝。那这一组人就通常都是比较有权威性的啦，尤其是看的人，如果是男生的话呢，其实你是属于能够发号施令的那种人。那发号施令啊，其实你真的就是要方式跟讲话的态度要稍微婉转一点啊，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不能永远都是上对下发号施令啊，因为你这样子久而久之，人家就不太愿意跟你和平相处了。除非说啊，你就真的就是一个王者，就是一个公司的 CEO，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团队里面的领导人，就是你必须呢要承担一些责任跟义务，那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呀，常常都是以上对下的方式。那如果说你只是呢一般的职员啊或学生族啊，那你要稍微想一下，就是跟人家的相处方式，不要总是以上对下的口吻或者是交代事情的方式去跟人家相处，那久而久之，人家会想要远离你，或者是别人会觉得有种被你迫害的感觉。那可能短时间他愿意帮你做事啊，那久而久之他可能就不愿意了。那如果是感情方面呢，也就是说你未来1个月啊，就是你可能就是会有像这样子，如果你是单身，会遇到像这种皇帝型的人。这种皇帝型的人呢，虽然是传统啊，比较大男人主义，但如果他是属于有责任感、有责任心啊，他是愿意负责任的人。其实，然后如果你是属于女生那种小女人型的，你是喜欢有一个依靠的，那这种男性是非常的适合你的。你会觉得这样的人生有遇到这样的男生还不错。那如果你呢是属于那种大女人主义，是不喜欢这种人的啊，那这种人跟你是没有办法成为感情上面在一起的。可能有些人会想说，那强强联合，如果你在私底下，如果还是这种彼此都很强势的状态，就没有办法长久啦。那如果说大家在外面能强强联合，然后在家里私底下的时候呢，是能互相包容体贴的，那你们就会是幸福的一对。这是就感情上面啊。那如果说是工作啊，或者是课业上面呢，就是你会遇到未来1个月遇到这样子的人。这样的人呢，在工作跟事业上其实是不错的哦，就是他如果是有担当的人啊，他如果愿意承担一些责任啊，那他是可以给你一些正向的帮助，只是说你要稍微忍受一下他颐指气使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说这组朋友，你有的人哦，是未来1个月你是可以成为领导者，可以成为别人心中的皇帝的。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啊，都是有可能会成为那种领导地位，或者是一个活动里面比较核心中心，可以分配事务给别人的人。好，那另外一张呢是审判牌的逆位。其实这一组人啊，如果你内心在感情上面是有点想要跟前任复合的话，那未来1个月就比较难哦。就是未来1个月啊，你可能会内心有想要复合，可是却苦无机会。那有可能是因为你个人的态度可能是处于比较高傲的那种感觉，那对方感受不到你内心的温柔跟温暖啊，他就会想要离开你。那你如果没有去修饰或者是改变你内心的想法跟一些做法，还有说话方式，对方就比较难继续再跟你下去。那如果是工作或者是事业方面啊，或者是说学生组的课业，你之前比较弱的项目啊，未来1个月啊，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救起来，可是至少你好像慢慢的在找寻那个方式了，就是你有在思考啊。那感情上面刚说，你虽然没有办法顺利跟对方复合呢，但是其实你也是
好像有想要做一个转变，然后想要展现一下不同的自己，只是未来1个月还没那么快看到结果，那你会有一种灰心的感觉。那这一组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改变自己呀，可以让自己未来过得更好的话呢，就是你要稍微修饰一下自己的想法、做法跟说话方式哦。好，那上天给你这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好，第一张是愚人牌。那这一组朋友啊，其实是想要跟你说，有时候你不要太过于传统，或者是用你既定的想法去做，因为像皇帝牌其实也是在告诉你说，这组人他比较墨守成规啊，比较想要照他自己的方式去做。有时候其实你去听听别人的想法啊，在工作上啊，或者是学业活动，或者是跟大家的合作上面，你可以有一些新的思维方式，然后愿意去跨出那一步改变的话，让人家看到不一样的你，其实你就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然后人家就会愿意去跟你做不同的相处模式，然后会激发一些新的火花哦。好，那这张呢是宝剑4，但是是逆位的，就是上天要建议你呢，就是你如果之前有一阵子是在休息，就是充实自己、充电的时候啊，其实上天也是在跟你说，你不要总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啊，就是有时候你也是要去跨出外面那一步，就像这个愚人牌一样，就你不要总是想着自己过得很好啊，然后都没有去想到别人啊。其实你自己内心在休息的时候、充电的时候，其实你要想着未来应该要如何改变。如果说你休息充电完的时候啊，你的做事方式啊、行为啊，还有你说话的方式都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啊，没有任何改变，那人家也不会想要再去重新认识你啊，这样子就会跟原本的生活心态啊都差不多。好，这个是钱币国王，但是是逆位的。就是这组朋友，你又抽到的是国王牌啊，就是在跟你说呢，就是希望你能够把一些不好的过去去改变掉啊，然后让你未来能够朝向一些新的方式，然后不要总是墨守成规啊。有时候你能够改变一些新的想法啊，就是你让人家觉得你焕然一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从这个钱币国王的逆位变成正位。不管你是想要得到你想要的财富，或者是事业成功啊，都是需要改变你的心态跟状态。那如果是感情上面呢，也是你要默默的耕耘，也是要默默的改变，不要没有办法呢一触可及的哦。所以这组朋友呢，希望呢你能够改变自己，让你自己未来过得更好哦。好，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